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美国线下聚会到底讲了什么东西，还有官方这边所放出来的图片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一次官方线下聚会呢，就没有讲太多关于军器的专属明文有什么争议，因为我看到比较多的观众都是在讨论说会不会有可能新的阵型是有跑速加成呢，就比方说释放了自己的技能伤害之后就会有一个新局速度提升之类的。因为这一次新的军器的图示上面呢，有一个类似鞋子上面有翅膀的图示，就有不少玩家猜测说是不是有新局速度提升啊，这个我们有待观望。至于新的工兵统帅呢，也是没有透露，因为如果根据我之前的时间表来看的话，新工兵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4月20日，也就是说差不多还剩下1个月的时间就要推出了。其实他们今天释放消息我觉得都是 OK 了的，至于国服的话就会更早，在4月6日，所以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今天没有把新统帅的消息给放出来，有可能他们是觉得说如果太快把一些消息放出来的话，他们之后隔几天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放出来了，就是不能保持游戏的热度，可能其他的创作者会认为说太多内容全部集中在一个影片会不太方便做，所以他们才分开，有这个可能性。不过我们先回来讲一下官方这边放出的图片有什么东西。首先就是新的埃及之战，在这个地图中会增加2个新的 boss， 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最左边跟最右边增加了2个 boss 的位置，然后那个 boss 出现的位置呢，它旁边是有一点围起来的样子啦。然后这个 boss 它是有3种攻击形态的，就比方说像它这里就有写到，在红色的区域会扬起流沙，造成部队伤害，并且可以让你的行军速度降低的。然后你打赢了之后就会拿到奖励，这边所获得阵营积分提升 20%， 持续300秒，还有在300秒内行军速度提升 20%。 至于它的攻击形态啊，有什么 buff 跟 debuff， 它出现的时间点那些我们可能要等之后才可以再讨论的比较详细一点。官方那边是有放出一些图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讲太长的话也没有必要，我们先讲其他的东西。接着他们还有推出新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还没有取名字的，统帅自由搭配资源技能3选1，套路无界，就是你可以选择统帅3个技能里面的其中一个技能，就是很像我们之前玩英雄战歌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啊，可能你只能选择它其中一个的技能而已，而且是系统选择，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奥尔良之围虽然是可以让你自己选择你要哪个统帅放在哪一个位置，但是那个是3个统帅选一个技能嘛。我看官方显示的那个画面呢，是一个统帅它可以给你选择他3个技能的其中一个技能，就是比较便利一点。但是事实上你一个队伍可以选择几个统帅，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如果是像奥尔良之围这样选择3个统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夸张了。还有包括密室也是会在这个剧本出现，就是你们可以搭配不同的兵种啦。还有这一次改动比较大，就是温泉的另外一个玩法。像以前我们的温泉战斗的时候，都是如果那一方他获得了温泉的话，就只有他们可以进去里面泡温泉，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荣誉分嘛，并且只能派1个部队而已。但是改了新规则之后，总共是有3个温泉，1个大温泉，2个小温泉，玩家可以派3支队伍进去，占领3个温泉可以获得最高积分，大温泉比小温泉拿到更加多的分数。那有很大可能就是假设说你是胜利那一方，可以拿到这个比较大的温泉，或许失败的那一方可以争取去拿这些小的温泉啊。假设说他们占领不到大的，这个也是要看实际它出现之后我们玩到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不如我们预期想的那样，可能胜利那一方他这3个温泉都可以占领也说不定。再来就是这个诸神岛纷争，这个是新的副本活动，但是如果你有玩过万龙觉醒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点熟悉，因为万龙觉醒的画面跟这个是很相似很类似的。跨服入侵，掠夺制胜，全新玩法，允许突袭其他王国副本，为你的王国狂揽积分。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像比较迷你版的 KVK 吧，只不过它可以占领其他的地方。但是虽然说这个副本它是可以跨服啊，但是必须要在同一个赛季，你不能说 KVK 2的玩家去找征服赛季的玩家一起玩，然后它是会随机匹配的，玩家可以选择单人或者是组队加入。但是关于这个活动的详细玩法之类的，也是
要等这个活动推出之后我们才可以讲，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旁边还有很多东西，而且还有商店，可能商店还可以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像这边还有一个神像巡卫，这个是他们那个守护者，玩法也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不同的战斗方式等等。那我不确定官方这边的时间是不是准确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活动其实就只有3天的时间而已，像8号就是准备阶段，9号就是入侵的时间，11号就是结算画面了。再来之前测画面对面里面有提到的装备专属天赋重置，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需要花宝石，但是要花多少宝石这里是放问号，而且是3个问号，所以我估计应该也不会太便宜。但是它这个专属更换呢是讲，比方说你这个原本是骑兵的专属，你把它换去领袖的专属而已，并不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装备直接换去领袖的装备，是换天赋而已。这或许是给那些玩家他本来是选择步兵的装备，但是是选择领袖的装备，那他就可以换成去步兵的装备了，步兵的天赋了，因为之前没有领袖装备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装备分解材料返还100%，这个不需要解释也知道什么事，然后也是一样需要花宝石的，所以像之前我就跟你们讲，官方不可能这么良心免费的让你们去返还100%的材料，这个你们不用想了。另外一个体验优化，资源加速消耗，更快恢复，这个我在之前有做过一个影片专门讲过，这个疗愈药剂就是其实是有用但是是废的，如果想要看详情的话可以去找我这个影片讲关于疗愈药剂的，是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啦。它的用法呢就是跟我们之前玩的剧本差不多，就是你勾选就可以使用了。接下来就是讲这个登峰造极的皮肤，因为这一次登峰造极呢，除了有新的20%防御力的皮肤之外，还有包括这些旧的皮肤也是会来。那我这边会顺便跟大家讲这边有提升什么东西，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究竟你有没有需要用到这些城市皮肤。首先就是空中巴比伦，步兵攻击力提升10%，圣人之环技能伤害提升5%，行动力恢复5%，梅尔克修道院骑兵单位生命值提升10%，浅城时光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10%，琥珀堡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10%。基本上这一次出现的城市主题都是生命值提升比较多，当然还有包括这一次的步兵防御力提升20%啦，这个是新的。然后其他的皮肤基本上都是提升10%，不然就是3%的技能伤害提升。其实严格来讲这些旧的皮肤是没有什么必要用到了啊，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去收集这些皮肤拿来装饰用自己的城市主题的话，是可以去兑换的。因为很多人讲这些新的主题呢就不好看了旧的比较好看。接着争议性比较大的就是统帅的皮肤，它还有包括专属的特效、连战播报还有行军特效，真的这个是真的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啊。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白色的是婚纱吗？巅峰贞德，那贞德现在其实还是有用到啦，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但是男生的话不一定会喜欢他这个衣服的设计，女生的话应该还蛮喜欢的。那专属特效呢，就是他在释放了他2次的那个技能之后，你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类似像丝绸摊开，会比较漂亮一点，是蛮漂亮的。然后他这边的旗帜从原本的蓝色变成了这个白色配金色的设计，他这个连战播报也是，然后他的行军特效呢也是走路的时候可以看到有花，然后旁边有一些黄色的光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嬉皮它有点变得类似像斯巴达啦，但是他们的文明是很接近啊，所以觉得这样子设计还可以。男生的话不确定会不会觉得比较帅一点的，我是觉得他头盔设计的不太好，其他的话还可以。然后他的行军特效技能特效就会变成这样子，我可以看到很帅，就是他释放了他原本的技能之后，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类似像老虎或者是狮子这样子的动物往前扑，就是很帅，我是很喜欢的。还有连战播报，就是可以看到2个比较短的剑出来的那个样式，他走路的时候旁边是有2个锁链，有点类似像斯巴达这样子的特效，我就觉得蛮喜欢这个的，只是他那个头饰可以稍微改一下。至于外观要怎么获得呢？虽然策划那边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用钱来解决啦，没有这么容易拿到。另外一个就是联盟建筑皮肤，说真的我是个人觉得一般般，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万龙觉醒的设计啦，所以我觉得它改跟没有改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它那个领土边界是可以啦，因为有一个火光的那个样子嘛，是觉得蛮帅的。但是上面旗帜跟要塞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啦，反正我平时打架都是用点点模式，而且也没有必要特意去看这些皮肤特效，还有包括 CP 跟贞德也是啦，也是没有什么看到啦。但是我不确定还有多少玩家会使用贞德跟 CP 啦。至于它那个联盟的外观是如何获得的呢？
线下官方策划他们是这样子讲的，可以通过盟友捐献材料来解锁联盟专属的外观旗帜特效。那基本上线下聚会有讲的东西这里都有显示出来了，只是一些详细的内容呢可能还是需要线下讲的会比较详细一点。再来就是线下聚会的时候有问到一些 Q&A， 我这边也是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首先就是阵型系统，他们之后还是会继续推出新的阵型，像近期他们就已经放了预告讲那个楔形阵 2.0 的事情，也会提供一些转换的工具，让玩家可以将旧的阵型的进度转去新的阵型，就是把好像你的心愿单已经提升到差不多7%了，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转换过去。那转换过去需不需要开销呢？官方暂且是没有公布，但是我觉得肯定要开销。接下来就是匹配机制，他们现在正在优化 KVK 匹配的算法，考虑更多因素以确保游戏的公平性，并且在研究是否让王国在匹配阶段投票决定要不要有一些限制，就比方说像战力限制，或许你可以要求说每个阵营他们只能携带200亿的战力，就变成说不会每一个王国的战力不平均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太能行得通吧，因为每个玩家的击杀数不太一样嘞，所以就算他那个战力一样的话，可能还会有击杀数的差距，也会弄到不平衡。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啦。至于他们是怎样去设计这些统帅的呢？他们说设计统帅需要花1年的时间，那我不确定需不需要花这么久啊，因为现在 AI 其实还蛮强的，你问 AI 可能在1天之内可以给你50个答案。那他这里是有解释到他们需要去研究历史文化，确保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特性，还有尊重历史，所以他们才会设计统帅设计到这么慢，也是设计到比较有特色一点啦，因为他们不是照搬原本他们看到那些图片怎样设计就怎样设计的，也是要自己去想象的。下一个就是关于活动的部分，他们说之后会简化重复性的任务啦，就是不要一直做一样的东西。像之前就有推出过自动搜索功能，可以自动去打野蛮人嘛，他们之后还是会听取玩家的意见，降低游戏的干度。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统帅重置的事情，虽然之前是说统帅重置只会出现1次而已，但是他们有考虑或许每一年都会出现1次统帅重置，考虑而已啊，并不是说马上就是每一年都会有统帅重置啊。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战斗狂热系统的限制，像之前不是有那个16小时8小时的限制吗？那他这边收到的资料说只有3%的玩家是有收到这个战斗狂热的限制警告而已，多数玩家是没有收到警告的。但是收到警告是一回事，触发这个战斗狂热限制的玩家只有2.2%，这个是他们的报告啦。那确实如果你是讲玩家可以打到这么长时间的是比较少数啦，但是我还是觉得他那个计算方式要改一改。还有之后他们会设计更加多的一些活动啊，来帮助新玩家或者是回坑玩家更快的去上手这个游戏。那么关于这个美国的线下聚会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而已，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未来计划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